在黑暗的海水中，一名潜水员缓慢靠近一个巨大的透明物体，他没有明显的头，也看不见眼睛，身体像一条中空的管子，表面布满细小凸起，随着水流缓慢前进。如果只看这段画面，你可能会以为这是某种还没有被正式记录的深海巨兽。网络上，它曾被称为透明海蛇、巨型海虫，甚至是能吞下潜水员的海洋怪物。但真正的答案比海怪更难理解，因为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只动物，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个生命共同组成的一个身体。这份档案的名字是活体虫。档案立案活体虫，英文叫做 Pyrosome。这个名字可以被理解为火的身体。原因很简单，在黑暗中，部分活体虫会发出蓝绿色的光，像一道漂浮在海中的微弱火焰。但它既不是蠕虫，也不是水母。活体虫属于背囊动物，也是脊索动物的一支。这代表它们在动物分类上和海鞘、尊海鞘等生物更接近，甚至和包括人类在内的脊索动物共享非常遥远的演化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活体虫是人类的祖先，它只是提醒我们，生命的分类往往和外表看起来完全不同。活体虫真正特殊的地方，不在于它长得像外星生物，而在于它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事件重建，一条没有头的动物，从远处看，活体虫像一条透明的管状生物。不同种类与不同群体，尺寸可能从几公分、几十公分到数公尺不等。部分大型影像中，潜水员甚至可以在旁边游动，让它看起来像某种巨大的透明隧道。但当我们把镜头推进，活体虫的真实结构才开始出现。那个看似完整的管壁，其实不是单一动物的皮肤，表面上的每一个小凸起都是一只微小的个虫。个虫英文称为 zooid， 每一只个虫都有自己的摄食构造，能吸入海水，过滤其中的微小食物。它们大量排列在共同的胶质外背上，形成一端封闭、一端开放的中空管状群体。所以，我们所说的一条活体虫，其实更接近一个由大量个体共同建成的生命结构。这也是第一个必须澄清的地方：活体虫不是一条巨型虫，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巨大动物。群体如何进食，活体虫的运作方式建立在一套共同的水流系统上。每一只个虫都从群体外侧吸入海水，水流通过它体内的过滤构造，微小的浮游生物和有机颗粒被拦截，成为食物。过滤后的海水再被排入活体虫中央的中空区域。当大量个虫同时进行这个动作，所有排出的水最后会从群体的开口流出。这股持续的水流不只用来进食，也会产生推进力。换句话说，活体虫不需要像鱼一样摆动尾巴，也不需要像水母一样收缩散布。它移动的力量来自每一只个虫正在做的同一件事——过滤海水。单一个虫所制造的水流极为微小，但当大量个体排列在同一个结构上，这些微小力量就会被整合，推动整个群体前进。这看起来像高度协调的集体行动，但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活体虫拥有中央大脑，或由某个领导个体指挥方向。它的整体运动是大量个虫相似生理活动共同产生的结果。发光，它们真的在对话吗？活体虫最引人注意的能力是生物发光。在适当刺激下，群体表面可能出现蓝绿色光点，有时这些光会沿住管壁接连亮起，看起来像一道讯号正在整个群体中传递。这种画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神经冲动、灯光讯号，甚至某种群体语言。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把已知现象和想象分开。可以确认的是，部分活体虫确实具有发光能力，刺激也可能使发光反应在群体表面呈现连续效果，但这不等于它们正在用光交谈，更不能因此宣称它们共享思想、记忆或具有所谓的蜂巢意识。关于活体虫如何发光，研究也仍在持续。部分研究发现，活体虫发光构造中存在可能参与发光的共生细菌，但不同种类的发光来源与控制方式未必完全相同。因此，较准确的说法是，我们知道它们会发光，也知道发光能对刺激做出反应，但这些光在生态上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目前仍不能全部说死。巨型海怪影像的真相，活体虫经常出现在网络短片中，标题里常见的词包括18公尺巨型海怪、世界最大发光生物，或能把潜水员整个吞进去的透明巨兽。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不同影片里的活体虫可能根本不是同一种类。拍摄距离、水下广角镜头、
以及缺乏可靠比例尺，也会让尺寸判断变得困难。活体虫的群体尺寸差异确实很大，有些只有几公分或几十公分，部分种类则能形成数公尺长的群体。但不能因为曾经出现大型目击，就把极端尺寸套用到所有活体虫身上。同样的，大型活体虫具有中空结构，也不代表潜水员应该进入其中。穿越、触摸或拉扯都可能破坏群体结构。这不是一条供人探索的海底隧道，而是一个由大量脆弱个体共同形成的活体。大量出现代表海洋异变吗？除了巨大尺寸，活体虫另一个经常登上新闻的原因是突然大量出现。在部分海域，研究人员曾观察到活体虫数量快速增加，甚至干扰渔具，占据大量水层，改变当地生物可以利用的食物。这些现象确实值得注意，因为活体虫本身就是高度有效率的炉食者。当数量增加，它们可能大量摄取浮游生物与海水中的有机颗粒，进而影响其他生物的食物来源。当活体虫死亡或排出物质后，部分有机碳也会向深海沉降，这使它们可能参与海洋中的碳输送，把表层的碳带到较深水层，甚至海床。但活体虫大量出现，不能简单解释成海洋正在异变。水温、洋流、食物供应、上升流以及它们本身的繁殖条件都可能参与其中。气候变迁可能是背景因素之一，但目前不能把所有暴增事件都归因于单一原因。活体虫不是突然入侵地球的陌生生物，它们原本就是海洋生态系的一部分。真正需要调查的是为什么它们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会从几乎看不见变成大量占据水域。一只动物还是一个群体，当所有构造都被拆开后，活体虫最难回答的问题反而不是它如何发光，也不是它能长多大，而是我们究竟应该把它算成什么。每一只个虫都能摄食，也有自己的基本生理构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是大量独立个体，但这些个虫无法随意离开共同外背，它们排列在同一个结构上，共享一套水流方向，并共同形成群体的外形与移动能力。从远处看，整个活体虫又像一只完整动物，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座活着的城市，每一个个虫像一名居民，所有居民共同维持更大的系统。但这只是一种方便理解的比喻。活体虫没有政府，也没有中央指挥者，它真正呈现的是生命在演化中可以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模糊。人类习惯用完整的轮廓来判断一个物体，只要一个东西会移动，具有固定外形，我们就倾向把它视为单一生命。活体虫却让这种直觉失效，它的外形是一个，进食者却有成千上万个，它的移动看似统一，力量却来自无数微小个体同时产生的水流。未解之处，直到今天，活体虫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完整答案。不同种类如何控制发光？各虫之间的刺激反应能传递到什么程度？群体如何维持相对稳定的移动方向？某些海域的数量暴增，究竟有哪些环境条件共同触发？以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条活体虫应该被视为许多动物，还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生命单位？这些问题并不需要神秘学或阴谋论才显得不可思议。真正的活体虫已经足够异常。在黑暗海洋里，活体虫以一条完整身体的形象缓慢穿过水层，但当我们靠近，才发现那个看似单一的生命其实由无数更小的生命共同支撑。它不是海怪，也不是外星访客，它只是地球生命在另一条演化道路上给出的答案。一个身体可以有多少个生命？一个群体又要整合到什么程度才会成为一个新的个体？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的，从来不是活体虫有多巨大，而是一个生命的边界究竟画在哪里。这里是地球一种局，地球没有答案，只有尚未解封的档案。